英特尔这一周涨了大约 22%， 同一周华尔街45位覆盖这只股票的分析师，他们给出的平均目标价依然停在45到47美元之间，而你现在打开行情看到的英特尔已经在61美元上方，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全世界专业看英特尔的机构分析师里面，绝大多数人正在告诉你这只股票贵了将近15美元，但市场不听你分析师的。资金这一周用脚投票，把它硬生生抬上了5年新高。你现在站在屏幕前，正面对一个非常分裂的画面。你大概率已经在某个微信群里看到那张截图，英特尔加入马斯克的 Terafab 项目，单日大涨 11.42%。你身边总有一两个人在问，是不是该追？是不是这次铁树真的开花了？是不是错过了下一个英伟达的机会？这里有一个让你不舒服的结论，我先放在前面。你如果以为这一波是马斯克救了英特尔，你的方向是反的。真正让大资金这一周敢动手的，不是 Terafab， 是马斯克消息出来之后第二天发生的另一件事。这两件事被绝大多数中文财经号混在一起讲，因为他们看上去都跟 AI 有关，但定价机制完全不同，你接下来该怎么做也完全不同。这一期你会知道为什么这个区别决定了你账户里那笔钱的命运，你也会知道为什么真正聪明的资金正在这一周悄悄做和散户相反的事。我们先把事情按时间轴还原一遍，你跟着我的节奏走。4月7日星期二，英特尔在马斯克的 X 平台上发了一张照片， CEO 陈立武和马斯克在英特尔园区握手，配文说英特尔加入 Terafab 项目，要帮这个项目重新设计芯片制造的底层技术。你光看这张照片会觉得这是一笔已经谈妥的大生意，但你要看的是配文里那个动词 refactor， 重新设计。他的意思是，英特尔进去做的事情是工艺层面的合作，不是一笔有金额、有交付期的代工合同。你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就会犯下从一开始就把估值锚定错了的错误。Terafab 是马斯克3月底刚刚抛出来的概念，由特斯拉、SpaceX 和 XAI 3家联合组建，落地在德州奥斯汀的 Giga Texas 北园区，规划资本开支200到250亿美元，目标是每年生产1太瓦的算力，初期每月10万片晶圆，制程对标2纳米。注意你听到的这个结构 ，Terafab 不是马斯克付钱让英特尔代工，它是一个3方合资项目。英特尔进去当 Foundry Partner， 用自己的制造能力换股权或者长期合同。你要把这个结构在脑子里画清楚，一方是出技术的，己方是出需求和资本的，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甲方乙方。马斯克手里压的牌是 XAI， 这家公司今年2月刚被 SpaceX 全股票合并，合并后的实体估值大约12500亿美元。所以你听到的不是一笔订单，而是一张3方共同签字的赌桌入场券。你要认清这个区别，因为它直接决定了风险归谁承担。你以为英特尔是收钱方，但在这个结构里，英特尔同时也是出资方。4月7日这一天，英特尔涨了不到 4%，收盘 52.28 美元。也就是说 Terafab 消息出来的当天，大资金没怎么动，你应该在这里停一下脑子。如果一个所谓史上最大代工合作出来，专业资金当天的反应只是温和上涨 4%， 那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们看完文件之后不愿意在那个价位下重注。你想想，如果这真是一笔颠覆产业格局的大单，那些机构会等到第二天才动手吗？显然不会。所以你看到的当天那个温和涨幅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你应该把它当成机构在第一时间就用真金白银投出来的。等等看票，真正的暴力拉升发生在接下来2天，你必须把这2天和4月7日分开来理解，因为他们背后是2批完全不同的资金，2套完全不同的逻辑。4月8日星期三，英特尔单日大涨 11.42%， 收盘 58.95 美元，成交量1亿7970万股，比3个月平均高出 64%。 这是消息出来第2天散户情绪集中入场的典型形态。你身边那个在群里转发截图的朋友，大概率就是在这一天的开盘附近冲进去的。你现在脑子里要有一个画面，那一根大阳线下半段是机构在补，上半段是散户在追。你要记住这个形态，因为它在每一次困境反转股的第1周都会出现，节奏几乎一模一样。你下次在任何一只暴涨股上看到同样的形态，都应该警觉一下。4月9日星期四，英特尔再涨 4.7%， 收盘 61.72 美元。但这一天让股价继续往上走的已经不是 Terafab 了，是另外一条新闻。英特尔和谷歌宣布了一份多年期合作协议，把 Xeon 处理器和定制化的 IPU 绑定到谷歌云的多代基础设施里面。谷歌云目前的主流计算实力已经在跑英特尔的 Xeon 6代处理器。你要注意这个时间差，周二是马斯克，周四是谷歌，只隔了2个交易日，但前者是 PR 新闻，后者是合同新闻。你心里要清楚，机构资金加码的那一根均线是从周四开始走出来的，不是周二。你把这2条新闻放在一起就看出问题了。Terafab 是一张承诺，
承诺要做什么，承诺什么时候做完，承诺谁来掏多少钱，到现在为止全部都是文字。你打开任何一份 Terafab 的官方资料，找不到任何一个有约束力的财务条款。而谷歌这一份是一张已经在跑量的多年期合同，对应的是英特尔财报里下个季度就能看到的 C 用收入。你要把这两种东西分开看，因为它们对你的意义完全不同。一个能进折现模型，一个只能进新闻稿。机构资金在4月8日和4月9日真正加码买入英特尔，赌的根本不是 Terafab 那一太瓦算力，他们赌的是英特尔的 Foundry 故事。终于有了一个能写进财务模型的锚点，而谷歌就是那个锚点。对一个量化分析师来说，谷歌合同是可以折现进 DCF 模型的， Terafab 不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别。这是这期视频的第一个判断，先放在1/3处，你心里要有数。Terafab 是给散户讲的故事，谷歌合同是给机构看的报表。两个故事的定价机制是分裂的，你看到 Terafab 标题就冲进去，你买的是情绪；你看到谷歌合同才动手，你买的是基本面修复。同样的价格，意义完全不一样。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连基本面修复这4个字，在60亿美元这个价位上，也已经被定价定到了非常危险的位置。你可能已经听说过 Bernstein 对 Terafab 这个项目的测算，他们的研究报告写得很冷静。要真的做到 Terafab 对外宣称的每年1太瓦算力，所需的资本开支大约是5万亿美元。请你停1秒，再听一遍这个数字，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美国联邦政府全年预算的70%。你想象一下，一个项目的真实资本需求，相当于整个美国联邦政府1年支出的70%，这是什么量级？而 Terafab 现在公开的 Pilot Phase 预算是200到250亿美元。你看到这个差距没有？官方版本和 Bernstein 版本之间差了大约200倍。我不是说 Bernstein 一定对，但有一件事你必须知道，当一个巨型项目的官方资本预算和独立测算之间差出2个数量级，市场最终会用一种非常残酷的方式来纠正这个落差。要么项目被大幅缩水，做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是1太瓦，要么250亿用完之后再融一轮，再融一轮，变成一个长达10年的资本无底洞。你作为持仓人，无论哪种结局都很难全身而退。这里就是散户最容易被烧到的那个时刻。新闻标题里写着史上最大代工合作，你在4月8日开盘冲进去，那个价位刚好就是11%，暴涨那根大阳线的中上沿。然后接下来几个交易日，只要这条故事降温，那根大阳线被吃掉一半，你的止损线就被打穿。这不是预测，这是过去10年困境反转股每一次都在重演的脚本。你应该在脑子里把这个脚本背下来，因为它会救你的钱。我直接说一个让你顿悟的逻辑，英特尔现在的远期市盈率是94到101倍。我再说一遍，94到101倍，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你在给一家2025财年净亏损的公司付一个生成式 AI 龙头的估值倍数。市场已经把反转一定会兑现这件事提前定价进了你今天的成本里面，所以你买的不是反转，你买的是反转必须按计划兑现。一旦中间任何一个节点延迟，跌出来的不是10%，是20%到30%。你必须在心里把这两件事分开，一个是故事在变好，一个是故事好到能撑住100倍市盈率，这之间的距离就是你账户里随时可能蒸发的那部分钱。你买英特尔的那一刻，本质上是在给市场预期付保证金，而不是给企业基本面付价格。这个时候有一个历史案例，你必须知道，因为它的主角恰好是英特尔自己。時間倒回到2021年3月23日，那一天，时任英特尔 CEO 的 Pat Gelsinger 发布了 IDM 2.0 战略。你听一下整套故事的结构，和今天惊人地相似，宣布约2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建2座新晶圆厂。宣布成立 Intel Foundry Services 对外接单，宣布要把美国本土的先进制程做起来，宣布与 IBM 研究合作。你换几个名字，把 Gelsinger 换成陈立武，把 IBM 换成马斯克，整段话放到今天发，没人会觉得不通顺。这些消息当时让英特尔的股价短暂冲高，分析师们集体上调目标价，财经媒体全部用了 Intel 重返神坛这种标题。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画面有点眼熟？你今天在群里看到的截图，听到的口号，几乎是当年同一套剧本的重演。然后呢，从2021年2月的高点开始，到那一年年底，英特尔股价跌掉了超过60%。接下来2年里，英特尔一度交出过单季亏损166亿美元的报表，分红被砍了2/3。Gelsinger 本人在2024年12月被换下台。当年那批在宏大叙事出来的第一周冲进去的散户，绝大多数花了3年时间才解套，有的人到现在都还没等到。你如果当时是那一批人之一，你会非常清楚我现在说的是什么感觉。你看着一个看起来无懈可击的故事，眼睁睁的被时间和良率2个东西慢慢磨掉。请你听清楚我接下来这句话，这不是一个精确预测，是一个结构警告。当时市场在宏大叙事被提出的那一刻，给了英特尔一次估值溢价。
但兑现这个叙事所需要的执行力，远远超过任何一个 CEO 能在2-3年内完成的范围。市场用了2年时间，把那次溢价全部吐出来，还给了基本面。你今天面对的本质上是同一种张力。今天利布碳接手之后 ，18A 制程确实进入了量产爬坡，确实在亚利桑那和俄勒冈的工厂里跑通了，这是真实的进步。你应该承认这一点，比2021年那个版本更扎实。但你要明白一件事，进步本身和按市场预期的速度兑现是两回事。市场现在给的价格，赌的是后者，不是前者。我刚才说的所有这些，都还没把英特尔自己的财报放进去，这是真正悬在你头顶的那把剑。英特尔会在4月23日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营收指引中位数大约122亿美元。请你记住这个数字，你最好把它写在便签上，贴在屏幕边，因为它比上一个季度的136.7亿美元低了将近1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公司自己给的指引是一个环比下滑的季度，你不要被那些反转故事的情绪带偏。公司管理层最了解自己手上这一季的订单，他们给出的指引就是他们对短期最诚实的表达。而在4月23日之前，市场把股价从40多美元抬到了60亿美元，你能感受到那个张力吗？股价已经按一切正常反转，再按计划走，再交易，而公司自己给的下季度指引是环比下滑。如果4月23日的实际数字哪怕只是符合指引，没有惊喜，市场情绪都可能瞬间反转。如果 Foundry 业务的亏损没有明显收窄，那这一波由 Terafab 和谷歌合同制造的预期溢价会在一夜之间被重新估值。你要在心里给那一天画一个红圈。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明白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在升级。一开始我说 Terafab 是情绪，谷歌是基本面。现在我要把这个判断再推进一步，即便是谷歌那一边的基本面修复，在61美元的价位上，也已经被市场提前投资了。真正能验证这套故事的是4月23日的那张财报。在那之前，你买英特尔本质上是在用今天的价格去赌一个还没发生的财报数字。我必须给你3个最常见的散户误读，因为这3个误读直接对应你账户的真金白银。你听完之后回头检查一下自己的逻辑。误读1是把 Terafab 的承诺等同于英特尔的订单。Terafab 现在没有给英特尔下一笔可以入账的订单，英特尔进去的是一个 joint venture 结构，要先共同投钱，共同建厂，共同承担风险。这跟马斯克给英特尔下的大单是完全两件事。你把这2件事混在一起，相当于在自己的脑子里偷换了风险结构。你以为你买的是一个收钱的代工厂，其实你买的是一个跟马斯克一起下场赌算力的合资股东。误读2是把股价的重估等同于业绩的兑现。重估是估值倍数的扩张，兑现是利润数字的增长。前者可以靠情绪和趋势在2周内涨 22%， 后者要靠一个又一个季度的财报来证明。这2者之间的时间差就是你被套在山顶上的距离。你必须记住，重估的速度永远快于兑现的速度，而当这2者偏离太多的时候，市场会用回调把它们拉回到同一条线上。误读3是忽略4月23日，我看了一圈中文财经号最近的英特尔分析，几乎没有人把这场财报放在风险栏里面。但你如果是一个真正想拿着英特尔的人，这一天比任何马斯克的推文都更能决定你的结局。你身边那些追高的人，大概率连这个日期都不知道。你要紧盯的先行指标是英特尔 Foundry 部门的季度亏损金额，这个数字在过去几个季度一直在往上走。一旦他在4月23日给出一个明显缩窄的数字，反转故事就被作死了。如果他继续扩大，那不管马斯克再发多少推文，机构资金的撤退会比你想象的快得多。你紧盯这一个数字就够了。我们再看一眼这条产业链上发生了什么。你跟我把视角拉远一点，英特尔的 18A 制程是它整个翻身故事的物理底座。这条节点已经在亚利桑那和俄勒冈进入量产爬坡。如果良率持续改善，谷歌的合同和 Terafab 的合作才有意义。如果良率卡住，无论手上有多少张订单都做不出来。台积电那边2纳米已经在路上，三星那边 HBM 继续锁定英伟达的订单。英特尔在这场战争里面真正的对手不是 Bernstein 的研究报告，是良率曲线本身。你应该把每一次良率新闻看得比任何马斯克的推文更重，这是产业链上唯一一个不会骗你的变量。你想想看，再大的订单，再好的合作伙伴，到了工厂里都要被良率这一个数字过滤一遍，过不了的就是一堆废晶圆。现在我把判断按4类人分别给你，你对号入座。你如果是已经在40美元以下建过仓的老股东，现在这一波是在帮你解套，甚至已经赚了1倍。我的建议是把成本以下那部分仓位继续拿，但把超过 40% 涨幅对应的浮盈仓位分批兑现一部分，具体多少看你自己的风险偏好，但不要让你的账面利润全部赌在4月23日那一张财报上。理由是反转故事的第一段已经走完，剩下的弹性需要业绩验证，而你已经吃到了最值钱的那一段，让一部分利润落袋
是对你前面那段坚持的最好的奖励。你如果是空仓看戏，现在心痒的朋友，我直接说，现在不是入场点。你如果确实想参与这个故事，有2个更安全的窗口，一个是4月23日财报当天等结果，财报兑现且方举亏损收窄，你再用小仓位追，那时候买的是已经被验证过的故事；另一个是等市场情绪冷却，股价回到52到55美元这个区间，那是你的风险回报比真正合理的位置。在这2个窗口出现之前，你心里那个再不买就没了的声音，往往就是最贵的入场提示音。你应该学会把这个声音当成卖点信号，而不是买点信号。你如果是短线交易者，这一波给你的机会其实已经在4月7日和4月8日之间结束了，你现在追的是别人的获利盘。你要紧盯的信号是成交量有没有继续放大。如果接下来2个交易日成交量明显萎缩，但价格还在60美元以上，那是分配派发的典型形态，你应该带止损做空向，而不是继续追多。你的优势是速度，不是方向感。你如果是有期权账户或者用系统化策略的投资者，这是一个用小仓位卖跨市或者买保护性看跌期权的好场景，隐含波动率，因为这一波暴涨已经被推高，你可以用期权结构去对冲掉4月23日财报的方向性风险，而不是用裸股仓位去硬扛。这个时候，期权工具对你的价值远高于平时，你不需要赌方向，你只需要赌波动的形态。留给你的问题是，当一个公司的故事已经美到所有人都在转发的时候，你该相信故事会继续美下去，还是该相信财报会把故事拉回地面？我是3元，我们下期见。